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奔跑吧接龍遊戲太逗了，沙溢憑借一己之力成功將白鹿帶偏。在國產綜藝競爭愈發激烈的當下，真正能讓觀眾記住的，往往不是多複雜的規則設計，也不是多燒錢的舞美，而是人事嘉賓之間天然又不可複製的化學反應。而在最新一期的《奔跑吧》中，一場看似再普通不過的詞語接龍小遊戲，卻意外貢獻了年度級別的爆笑名場面。而製造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正是內娛公認的綜藝洗腦大師沙溢。這一輪詞語接龍遊戲，規則簡單到不能再簡單。後一個人必須以前一個詞語的最後一個字為開頭，說出新的詞，沒有複雜限制，沒有冷門詞庫，完全考驗嘉賓的反應力和臨場發揮。遊戲一開始，現場節奏相當順暢，而白鹿的表現更是讓人眼前一亮，反應快，思路清晰，接詞精準，妥妥的高光玩家。無論隊友拋來多刁鑽的詞尾，他都能迅速給出合理答案，整個人狀態在線，邏輯清楚，甚至隱隱有種接龍終結者的氣勢。直到沙溢上場，當輪到沙溢時，前一個詞的詞尾是代，按照常規邏輯，代表代替年代時代，隨便一個都合情合理。可沙溢偏偏不走尋常路，脖子一梗，語氣篤定，直接甩出一個讓全場短暫宕機的詞。代代，雙引號，空氣安靜了半秒，緊接着是白鹿肉眼可見的震驚。他瞪大眼睛，當場追問：“代代也算詞嗎？”雙引號。而沙溢的回應堪稱教科書級的胡攪蠻纏。代代相傳啊，兩個代放一起，多有文化。雙引號。一句話不僅把白鹿說懵了，連一旁的李晨、鄭愷都笑到拍桌子，導演組也忍不住當場調侃：“沙老師這是現場自創規則了。”雙引號。如果說代代本身只是個冷笑話，那真正讓這個梗封神的是沙溢接下來的操作。他沒有就此收手，而是開啟了循環洗腦模式。代代，代代，代代，同樣的詞被他用一本正經的表情，穩定的語調反覆輸出，仿佛在進行某種綜藝催眠。而白鹿正是第一個被精準命中的對象。輪到白鹿接詞時，他明顯已經開始 CPU 冒煙。原本在腦海中準備好的代言，臨出口的那一秒，竟然被強行替換成了代代。雙引號。詞一出口，白鹿自己都愣住了，隨後瞬間破功，笑到直接蹲在地上，整個人完全失去控制。這一幕也成為本期節目傳播最廣的名場面之一。更離譜的是，這並不是結束，而是開始。在接下來的幾輪接龍中，白鹿幾乎徹底被代代佔領了大腦。無論前一個詞尾是什麼，他的第一反應永遠是代代。甚至當其他隊友質疑他時，他還會一本正經地替沙溢辯護。沙老師說了，代代算。雙引號。從最初的邏輯擔當，到後來的盲目擁護者，白鹿的轉變過程被網友精準總結為：一個正常人是如何被沙溢一步步帶偏的完整紀錄片。而沙溢本人則全程站在一旁，絲毫沒有罪魁禍首的自覺。他一邊鼓掌叫好，一邊補刀：“你看，還是我這個詞好記吧。”雙引號。氣得白鹿當場起身追着他滿場跑，兩人你追我趕，互相吐槽，完全忘記了這是個比賽，硬生生把接龍遊戲變成了沙溢和白鹿即興小劇場。節目效果直接拉滿，連後期字幕都透着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快樂。熟悉奔跑吧的觀眾都知道，沙溢從來不是靠贏來制造存在感的，他擅長的是打亂節奏，破壞邏輯，制造意外。規則在他這裡永遠只是參考，效果
才是終極目標。而白鹿的可貴之處在於，她並不會強行維持聰明人設，她允許自己被帶跑偏，允許自己出錯、蒙圈、降智，反而讓觀眾看到了更真實、更可愛的狀態。從早期的泥潭互坑，到這次的代代洗腦，沙溢和白鹿的每一次同框，都在不斷驗證一個事實：真正好看的綜藝，往往誕生於失控瞬間，不是精心設計的橋段，而是人和人之間自然碰撞出的火花。誰能想到，一個看似隨口的代代，能衍生出這麼多笑點？誰又能複製這種剛剛好的節奏、反應和化學反應？回看這一整段詞語接龍，其實代代本身並不是什麼高級笑料，它既不是冷知識，也不是機智反轉，甚至嚴格來說還有點耍賴。但偏偏就是這樣一個略顯胡來的詞，卻精準戳中了觀眾的笑點，甚至在節目播出後迅速發酵，成為社交平台上的高頻熱詞。原因無他，真實、即時、不可複製。沙溢不是提前設計好要說代代，白鹿也不是配合演出被洗腦，所有反應都發生在極短的時間內。這種毫無預期的失控感，恰恰是當下觀眾最渴望看到的內容。比起精緻卻可預料的橋段，這種下一秒會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的狀態，更容易讓人產生代入感。有不少觀眾注意到，如果換作某些嘉賓，可能會選擇當場較真，或者堅持規則，強行把節目拉回正軌。但白鹿沒有，他選擇順勢而為，接受被帶偏，接受出錯，甚至接受降智，從而把一個原本可能迅速結束的笑點，延展成了持續十幾分鐘的高能名場面。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難得的綜藝感。他沒有急着證明我才是對的，而是本能地選擇了好笑更重要。正因如此，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端着人設的女嘉賓，而是一個會猛、會被洗腦、會追着人滿場跑的真實存在。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沙溢在《奔跑吧》裡的作用，那一定是變量。他不是主線推動者，卻是節奏破壞者；不是規則維護者，卻是效果放大器。很多時候，節目組精心設計的環節，反而因為它的亂入，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走向。而代代事件正是這種變量價值的集中體現。他一句看似隨意的接詞，不僅改變了遊戲節奏，還直接影響了其他嘉賓的心理狀態，讓原本順暢的接龍變成了一場大型精神污染現場。從節目效果上看，這種破壞反而是最高級的加分項。很多網友在評論區提到一個細節，我不是只看了一遍，是反覆回看。雙引號，原因很簡單，這一段幾乎沒有空鏡頭，每一個表情，每一次反應，每一句吐槽，都在不斷制造新的笑點。尤其是白鹿從困惑、質疑到接受、認同，再到完全被同化的過程，層次清晰，節奏自然，像極了一段沒有劇本的小品。而沙溢那種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的狀態，更是形成了強烈反差。他說的越理直氣壯，事情就越離譜，事情越離譜，觀眾就越想笑。一檔能持續多季的綜藝，靠的從來不是單一爆點，而是持續制造爆點的能力。奔跑吧之所以還能不斷產出名場面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始終保留了足夠的鬆弛感。規則不是不可撼動的，流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，只要現場氣氛對了，節目願意為嘉賓讓路。而沙溢和白鹿這種類型的嘉賓，恰好是這種綜藝生態中最重要的一環。一個敢胡來，一個敢接招，一個負責制造混亂，一個負責把混亂放大。如今的綜藝市場，越來越多節目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：觀眾並不缺精心設計，缺的是輕鬆和真誠。代代之所以能被記住，不是因為他多聰明，而是因為他足夠鬆弛。沒有人端着，沒有人表演，
所有人都在為當下的快樂服務。這種狀態恰恰是最難被設計出來的。結語：我們為什麼會反覆回看這一段？因為好笑，因為真實，因為它讓人忘記了這是在錄節目。在觀眾越來越挑剔的今天，這種不靠劇本、不靠煽情，單純靠人產生的快樂，顯得尤為珍貴。也正因如此，大家才會在彈幕裡刷屏。沙溢不愧是綜藝泥石流，白鹿遇到沙溢，智商直接清零。代代這個梗我能笑1年。雙引號，或許這正是奔跑吧依然能不斷製造名場面的原因，永遠給嘉賓留下胡來的空間。下一期節目，這對活寶搭檔還會帶來什麼新名場面？不知道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只要沙溢還在，代代的精神就一定會被繼續代代相傳。